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V Discovery 的世界。今天为大家带来吴哥窟的故事。吴哥窟又称吴哥寺，高棉文读作安科瓦。吴哥窟位于柬埔寨的西北部，意思为毗湿奴的神殿。中国古籍也有记载，称吴哥窟为桑香佛舍，它是吴哥古迹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庙宇。吴哥窟以建筑宏伟和浮雕的精致闻名于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1992年，联合国将吴哥古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各地来吴哥窟观光的旅客也是与日俱增。从1993年不到1万人次，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200万人次。吴哥窟现已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100多年来，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吴哥窟的维护工程上，以保护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的造型现已成为柬埔寨国家的标志，展现在柬埔寨的国旗之上。吴哥窟是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高峰，它结合了高棉寺建筑学的2个基本布局：祭坛和回廊。祭坛由3层长方形回廊环绕形成，一层比一层高，象征着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在祭坛顶部竖立着5点梅花式排列的5座宝塔，象征着须弥山的5座山峰。寺庙周围环绕着一道护城河，象征着环绕须弥山的咸海。吴哥窟基本上是垒石的建筑。话说12世纪中叶，真腊国王苏利亚婆摩2世定都吴哥。苏利亚婆摩2世信奉毗兹奴，为国王加冕的婆罗门主祭司帝婆科罗为国王设计了这座神庙，供奉毗兹神奴，名之为毗兹奴神殿，建造时间历时30年。吴哥窟在14世纪中叶成为了大乘部佛教寺，因为13世纪时真腊国王那耶婆摩7世他本人信奉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变成他的国教。15世纪初，暹罗入侵吴哥之后，又因为暹罗人信奉上座部佛教，所以吴哥寺又变成了上座部佛教，延续至今。公元1431年，暹罗攻陷了真腊的首都吴哥，真腊迁都到金边。第2年，吴哥寺又被高棉人遗弃，森林逐渐淹没了荒无人烟的吴哥。后来，有些高棉人的猎户住进了森林打猎，无意中发现了这如此宏伟的庙宇。也有一些当地的佛教徒在寺的周边居住，便于他们拜佛。但吴哥寺的踪迹始终不为世人所知。到了1586年，旅行家安东尼奥·达伽马游历了吴哥，并向葡萄牙的历史学家欧格纳写了一份关于游历吴哥的报告。但是他的报告被世人认为是天外奇谈，一笑置之。而1857年，驻马德旺的法国传教士夏尔神父写了一本叫《1848到1856印度支那旅行记》的书。这本书详细记述了吴哥的状况，但是仍然没有得到世人的关注。直到了1861年1月，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为寻找热带动物，无意中在原始森林中发现了宏伟壮观的古庙遗迹，并发表了图文并茂的游记《暹罗旅行记》，大肆渲染，这才使世人对吴哥窟开始刮目相看。随着后世学者不断地对吴哥窟进行考古研究，发现其实吴哥最早的兴建原因是作为苏利亚婆摩2世的皇陵，对此争论非常的大，但是论据主要有3点。第一，与吴哥大多数其他寺庙朝东，面对朝阳的不同，吴哥窟正面朝西，面向日暮。根据荷兰考古学家博施的发现，印度和爪哇的殡葬风俗墓地一律朝西，祭祀的寺庙则朝东。第二，画廊浮雕反时针方向的排列是印度教葬礼时墓地巡行的方向。吴哥窟画廊中苏利亚婆摩2世与毗兹奴神的相貌极为相似，
暗含日后升天能够伴随匹兹奴左右。就连中国的古籍记载也提供了旁证。中国元成宗铁木儿在元贞2年，也就是公元1296年，派遣周达观出使真腊，使团温州开阳，经七州洋直到吴哥国登岸。周达观和他的使团在吴哥居住了1年。回国后，周达观写了关于真腊风土民情的报告《真腊风土记》，文中记载了当时吴哥的城池建筑及市民的生活，事无巨细，非常详细。特别是国王出行时的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的奢华的情景，令人对王国的强盛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最重要的信息在于《真腊风土记》中称吴哥窟为鲁班墓，又说国王死后有塔埋葬，可见吴哥寺最早确实是皇陵。也许吴哥窟的历史来历还有待争论，但是吴哥窟的艺术价值却是毫无争议的。苏利亚婆摩2世去世后，吴哥王国内乱，战火不断，都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杜耶拔摩七世驱逐战城人，1181年登基为王。他在位的30余年间，吴哥王国达到了极盛时期。杜耶拔摩七世用中文翻译为盛凯。他生于1125年，死于1218年，柬埔寨吴哥王朝的国王。柬埔寨吴哥王朝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的父亲是达拉汉蒂亚婆摩2世，他的王后是独野拉加戴维。后来王后去世后，他又娶了王后的妹妹因迪拉戴维。这两姐妹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对杜耶拔摩七世成为高棉王朝唯一的佛家皇帝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他早些年的生活中，他并不是生活在王城的首都。杜耶拔摩是梵文名字，意思为胜利的勇士，成功的勇士。1177年，战城国王杜耶因陀罗拔摩4世入侵，破城杀死了国王，并大肆劫掠首都。当时已经60多岁的王子杜耶拔摩七世起兵抵抗战城军队。他曾经在战城生活了很多年，在吴哥一片混乱中返回了真腊。有说法称，他在城东边100多公里的巴图古寺安营扎寨，并招兵买马。兵强马壮之后，走出丛林，奔袭都城，将战城军队击败，彻底逐出了真腊。胜利后，他于1181年登基。1190年，杜耶因陀罗拔摩4世再度侵犯真腊。杜耶拔摩七世以战城王子为将军，击退了战城的进攻，并乘胜占领了战城的首都匹都耶，大肆劫掠。杜耶因陀罗拔摩4世被俘，杜耶拔摩七世在1203年再次占领战城，将战城作为了一个省，直接并入了真腊。吴哥王朝的首都吴哥城在他统治时期也最后定型。今天吴哥古迹的大部分建筑都是他修建的。在杜耶拔摩七世的统治末年，他还重建了巴戎寺。他重新建造了通王城，修建了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城中的巴戎寺是吴哥古迹中另一个杰出的代表，以国王的面容为蓝本，雕刻了4面佛，所谓高棉的微笑。谈到吴哥窟的雕塑艺术，高棉的微笑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它主要位于大吴哥的大门上，以及吴哥城中的巴戎寺的4山。周大观的书中对这些雕刻也有个记载：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5，面向4方，中置其一，视之以金。说明当时吴哥的城门上雕刻有佛头5尊，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有4面佛雕。有人研究认为，一般在门洞上筑有3塔，中间的塔前后相对的2面各有一个佛头，中央有一个佛头，左右2个塔又各有一个佛头。笔者认同原来中间是存在一个佛头的，并饰以金，但今天又不存在了。
大吴哥内巴戎寺内耸立着49尊巨型石塔，每尊塔皆有4面佛雕，高近40-50米，间隔约5米，宏大壮观，撼人心魂。他们半闭的眼睛微微下垂，静观自在，祥和神秘，脸庞浮现的微笑令人心境悠远，顿生宁静。这些大石佛头的典型表情被称为高棉的微笑，是吴哥雕刻艺术的象征，也是柬埔寨文化的象征。还有一类是大吴哥巴戎寺的浮雕，反映了古代柬埔寨人民的生活、军事和自然环境。我们认为这一类浮雕的特色在于将其有多视角、多风格、多空间的雕刻造型置于一个层面，巧妙处理，有机融合，匠心高妙，出人意表的又合乎艺术至情至理，以时间的延续性缓慢展开，贯通天地水空间再次错位，时间再次融合，一个源自人间烟火的极乐世界在这里呈现开来。在构图上，以密织图像组成的块面分布间数有致，使得画面的视觉给予人优美、赏心而神往的感觉。它与现代主义手法相通，雕刻的透视结构重平面分割，线条刻画装饰，造型姿态颇似埃及的正面佛，但有富于生活的动态情趣。吴哥窟石壁上的壁画主要雕刻的是印度的神话和古代柬埔寨人民的风土民情。石壁上雕刻的不管是神话还是真正的人，都是那样活灵活现，那样的惟妙惟肖。对于今天的柬埔寨人民来说，吴哥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一个景点、一段历史，更是今天柬埔寨人民的精神高地，是他们的灵魂所在。柬埔寨王国国旗上的图案就是吴哥窟的圣塔。把吴哥如果仅仅理解成一个景点是有些肤浅，吴哥是一段历史，是一部文化典籍。那些精美的建筑、惟妙惟肖的浮雕透露出来的信息，概括了神话传说、宗教艺术、战争场面、世俗礼仪、帝王的统治、平民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走进吴哥，更如翻开了一部尘封多年的百科全书，古代高棉早期的文明史便栩栩如生地清晰了起来。感谢收看本期 V Discovery， 我们下期再会。